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周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敏。大家晚安。好，那就在4月26号，那蓝营发了动员令，要上街头嘛，包括要抗战独裁啦，所有这些的时候，还记得吗？昨天我在节目里面就讲说，中间有一个时间点跟一个人非常重要，就是黄立主任的案子，因为北检提了抗告以后，算时间，我昨天就讲，应该是在大概今天或明天左右，应该就会高院的裁定下来。好，高院裁定下来了，发回地院更裁，这一个发回。你算一算时间，如果今天是礼拜4，然后接下来地院就要再开一次家庭，那时间算大概就在明天到礼拜6，刚好是蓝营上街头的时间。这所有的一切，到底对于整个不管是蓝营这次的动员啦，或国内这次整个大罢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今天你看到曹清诚先生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大家就在想说，应该是要先排吧？对，先排。台北市蓝营5席2阶全过。那大家讲说，像巧芯这一席，那数量大概算一算到了36000份，然后所有这一切，这跟国内罢免到底有什么样未来会有的影响？而现在看起来的话，第一个从时间点跟影响性，一算是今天发回更裁，对，而这时间刚好在这个时候。对，没错哈。我们先看这个更裁的一个新闻稿里面的内容啊，主要是黄吕锦如涉犯刑法第216条、210条，这应该就是伪造文书的一个罪行啊。另外，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罪嫌不足，所以发所谓的第一次就是无保请回嘛。那个地院那个检察官北检抗告之后，高院重新裁定，认为啊，根据所谓的提议人名册跟罢免提议人的名册查对的结果，跟党员名册有高度的重叠性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我们都看到周刊知道哦，有删除对话记录，是不是这些对话记录被还原出来，变成是新的证据？所以高院认为有所谓的陈选被告跟本案犯罪事实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之情节不符，也就是说，之前地院认为说参与情节不深啊，那高院认为说你必须重新对这个所谓的参与的情节重新判定，所以发回地院更审啊。现在问题来了，发回地院更审之后，就会影响到426的这个动员嘛？不管怎样，法院怎么判啊？如果发回更裁啊，如果无保再请回可能检调要不要重新的再抗告？那如果是羁押啊，那国民党捡到枪了。426就是政治迫害、司法迫害就是绿半蓝不安都半蓝不安绿都来了嘛。罗智强就讲了，罗智强在对法务部讲的时候，就不断的说为什么不去查民进党的党部？但是我们都知道嘛，检调办案是证据到哪里，他就办到哪里嘛。他要去搜查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他也必须拿到法院的核可书，他才可以去说搜查这个党部的工作嘛。而法院在做这个核发的动作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你的证据嘛。而证据足不足够，足以证明说到底我要不要去搜查这个地方党部嘛。而国民党自己的问题，说真的，罗智强只要问几个人嘛，把吴四君子去问一问。重点来了，如果以周刊的报道是实在的话，罢吴四君子就说了嘛，我们这些名册就不是我们去街上联署的啊，就是党部拿给我们的啊，包含所谓的领衔人印章都刻好。我说的是周刊报道的，那周刊这样的报道表示罢吴四君子是不认的，不认的之后，人家去查对了所谓的这些名册，如果是你党部的名册，那我得去查对党部的名册嘛，所以才去申请了搜索票，去搜索了党部的名册。一核对，表示这个东西是有重叠性的，那我才可以继续办这个案子嘛。所以搜查党部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办蓝不蓝绿？当然不是办蓝不蓝绿，是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那你说其他41个案子，包含公民团体，他们可能找人一问之后，那就说这是我签的这不是我签的，跟这个名册可能我抄错了，我写错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证明说跟民进党的党部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跟办蓝不办绿一点关系都没有关系。所以罗智强不要再说什么办蓝不办绿了，说什么不要去搜查民进党党部了。说真的，这整件事情对于国民党的426游行的
动员，假设黄旅最后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的话，反而对国民党的426动员都是有相关大的一个动员的能力、能量就出来了嘛。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政治攻防归政治攻防，公民团体的政治攻防也好，或者国民党的政治攻防也好，都要还给司法一个办案的空间，因为司法不管怎么办，你们都有话可以讲了，所以我干脆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我就不管外面政治的风暴是怎样，我会影响怎样的政治风暴，我就是不断的透过我们严谨的程序去做相关的一个侦办的动作。OK， 小雨。其实因为蓝白阵营现在包括朱立伦在那天在野高峰会直接邀请了黄国昌他们一起参与嘛，对，所以蓝白阵营尤其在这次大罢免看起来是站在同一个阵营，所以白营的人看到黄旅这次前面5保请回，然后这次高院才发回跟裁，会不会有一种那种有种熟悉感、既视感嘛？有那种柯文哲的既视感。柯文哲第一次也是5保请回，对。当然你说这个案子呢，接下来在跟裁庭的时候，这个羁押庭到底怎么样？当然要由这次台北地院的羁押庭再看。可是这个过程还记得吗？第一次黄旅要到地检的时候，朱立伦4月17号，朱立伦就下了动员令，所有的公职人员，然后全部到北检。也就才出现了蒋万安，后来去了以后，然后蒋乐导阁，后来昨天在市议会民进党团的时候，跟他们大家吵成一团，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黄旅2度面临到羁押庭，而这个羁押与否，就像刚刚一善讲的，他在未来可能会影响到牵动到不止426喽，426再下来428，朱立伦要不要去那个包括约谈？那人家也通知了428约谈，所有这一系列罢免不可能在这时候结束嘛，今天2阶。蓝营5个台北5个全过，对，那所有蓝营现在要把所有的动能全部都吹出来了。政治效应一定会有啦。我记得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开录之前，我们还在热烈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北检跟北院在这个时间点，好，你就非一定要去提抗告？就这个，就是你只能说他们太有政治现实吗？还是太没有政治现实吗？司法人不能有政治上面的考量，但是对我们来讲很痛苦哎。那我刚刚跟佩君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玩笑，我就说，那你们是不是希望黄旅进去？如果黄旅真的被压进去，哇塞，你们真的也不用动员5万人的，可能到时候50万就吹出来了。你讲完以后，佩君吓死。对，我说我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玩笑了哈。那当然，我必须坦诚，就是说，可是你刚刚讲的是不是政治现实？对啊，这政治现实。你要看当时黄旅那时候被约询的时候，哇塞，你有看过那个之前台南也党部也被压嘛什么的，就蛮多党部也被对，你没有看过朱立伦跟蒋万安这么紧张就那一天哇，黄旅只是被约询哦，哇，朱立伦马上就冲北检，然后那个蒋万安还甘冒大不讳哦，也带头违法，我认为带头违法了，那他也是冲去了。那如果说这次黄旅上次因为是5保请回嘛，对不对？那这次如果好，他在这个426的前夕。黄旅，我如果他真的很不幸，如果又被这个什么驳回啊，真的被压的话，哇，那真的会，我觉得426会再吹出一波啦。好，那这时候蓝营就会直接讲说司法迫害。对啊，这个可以想见啦。所以我就说，到底你说这个北检哈，他们这边是有政治的，是不为政治啊，就不管政治去做这样的判断，还是说太没有政治现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热烈，可以讨论一个空间。但回过头来了哈，我先讲啊，就说北院当时去驳回的时候，就说这个羁押驳回的时候，北院是说你检方里面哈，你并没有提出详细的证据去指说黄旅你有任何指使啊，或是串供啊这些的事实。可是哈，今天这个高院里面哦，就有特别讲到说，检方啊去指摘这个北院啊，说我里面啊我有很多的卷宗啊，你都没有详阅这些详细的证据哦。他说原裁定未详细的审酌卷内相关事证，所以我们那天还在讨论是说，因为为什么黄旅的那个案子拖这么晚？因为那天好多案子哦，有那个诈欺的啦，哈，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核3的，有没有？核二的那个案子，那天法官好像是中了签王，像那前面的很多案子，所以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那个黄旅的案子拖到最后面，所以他可能看太多的案子，所以。检察官也蛮不爽的，检察官就说：“我有附很多的详细证据，但是你都没有参阅相关的事证嘛。”那我记得今天早上有一篇最新的那个报道啊，里面有讲到说，为什么这个他们认为黄旅会等于说检方会提告一个很大的理由，那个
报道是讲说，因为朱文清跟姚富文，就说这两个人虽然删除了这个赖的对话记录啊，当然有勾串跟灭证，所以他们两个就是被羁押了嘛。可是他说呢，这两个人是明知道提议人的名册有伪造，而且他们有多次的跟黄旅回报，那黄旅还有跟这两个人多次的开会。所以呢，现在就是检方有认为，就是说你黄旅不只是就是说这个就知之甚详，对这件事，因为黄旅当时是说我都不知道嘛，但是就那篇报道是认为说，检方不只是认为说你黄旅跟这些人多次开会，而且他都有跟你回报就说这些的这个有那个超名册的这件事嘛，而且他还认为说黄旅就是引武者。而且他还认为说黄旅就是引武者，所以黄旅是引武者，等于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就不如黄旅自己这边喊冤呐，就说他完全不知情。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426就这个时间点，就黄旅到底会不会被羁押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焦点。佩君，你们针对这件事情 ，OK， 有人讲说，那国民党那一个政治诉求、政治迫害、压人取供，然后包括讲说，那像这些案子，就算有没有涉及违法的事情，有必要办成这样子一个方式吗？都要压人压成这样子吗？甚或有人说，为什么刚才小玉讲，当黄旅那第一次到北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朱立伦前面有过这么大动作，而这个大动作有很多人是说，记得吗？前面曾经有一篇报道说，整个案子如果顺藤摸瓜一路上，会不会直接到党中央，甚或连党中央主席都有可能会这样？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现在包括一个是426，一个是这个案子本身，难道真的会火一路烧到党中央吗？没有，首先我觉得可能我跟小玉姐不在同一个同温层所以他们的理解可能觉得426看起来像是为了一个单一事件，可是事实上并不是。426上街头的这么多面孔，我们即将见面的人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也许去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当然，民众党的朋友他们可能为了柯文哲不符比例的羁押，那现场可能去的人，有人觉得这段时间里面的联署刚刚讲的半蓝不半绿，那有的人认为这个办的速度，或者是对这个先压人后取供，我觉得每个人不满或者不高兴，或者是真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点是不一样，它是慢慢积累上去的。如果真的就为了一个黄旅压与不压，那我很简单问各位，上个星期黄旅五保请回的时候，那426不就应该散了吗？就应该一个人都没有啦，就不会再有这么多人集结要上来。那当然，因为我们在艺文层，所以我讲的这些话，你们可能觉得天方夜谭。可是在我所在的那个时空里面，我的地方是一车里长自己去租，我们同一个选区的，你应该不会觉得我在唬你。我们的选区里面就有里长，他自己租了游览车，他要带人来啊。那难道他们全部都是黄旅的粉丝吗？显然不是嘛。有的人搞不好连黄旅是谁都不知道。可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原因去，因因为比较方便啊，没有，那是他们的考量啊。对啊，我怎么回答？他们喜欢一起坐车还不行哦？可以啊。这个真的非常意外，因为民进党也会动员，他知道，对，但我从来没有在大安区动员过。我们在同一个选区，那不用，那不叫动员，他只是告诉大家说几点几分有辆车，想要来的人可以坐我的车一起去，而不是讲说我们一定要过来。这个两个是有差别。我提供你一个交通工具，方便以前我。所以我要说的是，426它并不是为了一个单一事件，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可能对民进党执政之下种种的不满怒火，它是一路堆叠上去的，否则会因为黄旅五保请回，它就应该散了，但不是，它一直持续的在继续凝结下去哦。那我不敢说这个接下来黄旅就一定没事，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悲观的，因为刚刚义山哥讲说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我很同意这句话，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今天如果他证据已经准备齐全，7点到黄旅他家，连更衣室进去搜的时候，坦白讲，是不是应该一枪毙命？当天应该直接声押就过了，他就应该被羁押了。那可是他是五保请回那可是我不敢讲，他接下来他就一定没事，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党部的人要见面，就是要谈事情，都一定要见到对方的面，因为我们没有对方，他们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因为所有的人手机都被扣走了，连我们党团秘书、党部秘书的手机，现在统统都还在北检里面。所以你说，当天可能没有东西，或者是真的找不到什么，可是经过这段时间，这手机慢慢一个一个看啊，对不对？你东西在你手上，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所以我对黄旅的接下来，我是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觉得426的动能需要靠黄旅把它塞进去添这个柴火，黄旅并不会是4月26号的柴火，黄旅只是我们要对抗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政府走向独裁的那一点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那
也难怪这个《镜周刊》会被法务部尊称为禁检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把一切的事情把它做成一颗撒尿牛丸。刚刚我觉得一山哥讲说为什么我在摇头，确实我跟你讲，黄旅给了青年军，听清楚哦，黄旅给了青年军党员名册，他也给了他们空白联署书，这两件东西都给了，可是禁检的写法是掺在一起，黄旅给的是叫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两个有很大不同的意义哦。我们每个人要选举之前，党部也会给我们党员名册啊，可是他的本意是叫你一个一个打去问有没有这个意愿，如果有，我们哪边有联署书，哪边有联署站，你可以过来去处理。可是《镜周刊》的写法会让人家以为说黄旅就把这两个东西掺杂在一起，就叫你们端上桌，这个是不同的含义。那甚至。小虎哥，我们来做一个推断，就是党员名册它上面是有年级身份资料的。少亮其实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他们一开始第一阶段在送的时候，他们其实既高兴又担忧，可是这个担忧不幸后来成真。他说那时候开始联署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常常会联署书有人来说啊，我帮你联署，然后一次拿来很多空白的去。过一阵子之后，他就30-50张的交回来，说我帮你联署好了。那这30-50个人究竟是不是那个热心人一个一个去点的？不知道。所以少亮他们说，后来回想起来，如果要讲的话，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的更好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在2阶的时候会更有经验。这件事情现在就不会再发生，真的就是一张一张，我看到你身份证拿出来，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有心人或者热心人，这两者是很难分。小虎哥，我说了，党员名册里面是有年级资料的。今天如果我要搞的话，很简单，我先从民国7、8年、9年生那种已经7老八十、80、90岁了，我先从那边开始搞。那一出来出包的几率一定很高的。所以你们怀疑那个死亡联署有心人跟热心生，有心人跟热心人怎么分？但是把关不力或者发生这样的事，没错，要概括承受。可是你说是我们故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吗？现在在调查，我希望他能够水落石出，这是我最后的期待。任君，请问您或是国民党多数的人，对于所谓的检调司法独立办这些案子，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力的影响，你们有信心吗？还是你们根本就怀疑这件事？我有那样子的期待，小虎哥，坦白说，期待有司法体系它是一个统称呢，并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人，它是很多的人。你说所有的司法人员都是同样的立场吗？绝对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惯性把他们称为一体。可是我期待，或者我对那里面还有一些期望，希望是有公正、有符合比例原则的办案空间。OK， 小雨，刚刚佩君讲的时候，来，你那个脸快揪成一团。他讲的我尊重，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不能接受，就是你好像在暗喻说，就是这些死亡联署是有心人，是指谁？绿营侧翼吗？还是不然？可是我觉得这最不合理的是说，那如果好，就算是绿营侧翼，他怎么去拿到国民党的党员名册呢？不要忘了，这次罢免团体有国民党的。不对，有曾经参选过国民党。对，那他们怎么会有他们怎么会有名册呢？我真觉得说，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们名册其实不是什么大机密的东西啊，所有选过举的人都可以拿得到。我觉得这荒天下之大谬现在已经是把这种死亡联署推给绿营侧翼。我没有说推，我告诉你说现在会有这个操作的空间，但是总的来讲，我不会说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我刚刚也讲了，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负责，我们要承担啊。无论如何，因为领衔人或者说我们发起的里面有这些，比如说死掉的。比如说错误的，都是我们要概括承受。可是你说那个起始是我们去搞的吗？小虎哥，我们每年都有缴党费的名单啦。再怎么训他，你就缴党费总是活着的人吧？会缴党费的人总是支持国民党的人吧？你如果真的有要动那种杂念，你就从这样子去做就好，不会笨到去搞那一堆死人来了，真的。所以有心人跟有心人跟热心人。这个把手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不会觉得我们完全没错啊，对啊。OK， 来苏贝，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讲法其实没有办法让大家接受嘛。第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就是罢免蓝委跟罢免绿委联署书第一阶联署书的错假率是天差地别。公民团体的是4%，平均是4%。国民党罢免绿委的最低有20%，最高来到45%，这是一个事实吧？然后这里面的死亡总共加起来现在有1200多个。你说你们的名册被有心人拿去抄，请问刚刚讲的选举的时候的名册，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跟明玉姐有分析过这一件事情。你知道选举人拿到的党员名册不会有身份证，不会有身份证，因为我在选举的时候，我要去争取我的党员同志对我的支持，我一定要的是什么？他的名字、他的电话、他的地址，我不需要他的身份证字号。但联署要不要身份证字号？要嘛，需要身份证字号。你现在过去是国民党党员，然后他死掉，他的身份证字号你都被人家拿去抄，
然后你说是有心人士。你听得下去吗？我觉得这没有办法说服人家嘛。你说所有的党员的名册不是机密，身份证一定是机密。身份证不会在你选举的时候，你去要党员名册的时候，你们党把党员的身份证字号给你，因为那没有意义。一定是机密，身份证不会在你选举的时候，你去要党员名册的时候，你们党把党员的身份证字号给你，因为那没有意义。我要去争取他的支持，跟我知道他的身份证字号那是两件事情，所以绝对不会有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国民党不应该再把说什么有心人士，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太欺负这些青年军了哦。再来，这一次《镜周刊》报道的是什么？《镜周刊》的资料啊，其实他是说有被压。台北市党部被列为被告的10个人里面，有人出来接受周刊的访问，其中有一个人是年轻人，他怎么讲的？他说啊，他被国民党找去之后了，有没有去联署？他就说啊，有啊，我们就出来开个记者会，然后去摆摆摊。接下来我在被找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箱一箱一箱的名册，这是国民党青年军接受《镜周刊》爆料所讲的，所以你再把他说推给检察官，那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你们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在目前为止没有出来否认这一件事情？如果《镜周刊》报道的不是事实，国民党现在被列为被告的青年军，有没有人出来否认说《镜周刊》礼拜二报道的那件事情不是属实？没有啊，你们全部。《镜周刊》报的这么，而且甚至那个爆料的人，你如果一个一个去勾稽，你都已经可以猜测出来他可能是谁了。他完全没有出来否认。4月26号，我不知道这个人会多少，但我相信不会少，因为他们的这个动员的能量非常大，因为包含连廖先祥的动员都动员到文山区的老师，叫他帮他找一台车。所以你知道那个你说汐止区的是那个我们文山区有一个老师传给我嘛，他就说我的学生廖先祥叫我帮他动员一台车，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动员的力量是真的非常大。那对国民党来讲，他们也觉得说这一次就是要拼一次啦。气势不能弱啦，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们那么多的立委同志全部都通过2阶要进行3阶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气势要出来啊，不然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一定会动员出来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真正能够接受民意考验的，不是用动员，是真正出来的那些能量跟那一些力量。我觉得国民党要好好去思考。当4月19号站在台上有很多的人，包含邱卫邦将军，包含这个英爸，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可是他们现在为什么选择跟其他的力量站在一起，而不跟国民党站在一起？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想清楚。来，佩娟回应一下。当然啊，但是舒佩也是忘了，就是自己讲自己是绿共啊，不就你们自己的人吗？所以忙着把共产党同路人贴在别人头上，英爸啊，他就自己讲自己是绿共啊，而且共谍都是从你们那里抓出来的呢。你不是一直喊别人是，我们好几个礼拜纠缠都这样，不是一直讲别人是中共同路人就会变成那样。事实上抓出来共谍都从民进党抓出来的啊，对不对？那这是可以讲道理的。为什么要讲战独裁？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已经独裁，我们就担心他往独裁的方向走。小虎哥，我很难想象有一天我在 PTT 讲说陈菊死了，这样子的文章社维法送办的。我跟各位讲，我这个 PTT 乡民很红的，有一个歌手，每次只要到发片或开演唱会前，就网络上就有很多他的死讯，所以我本来抱着同情他，可是他到网络上现在开始在很多乡民已经在变得有点讪笑他那样。当然那是他健康状况不适合那样笑他。我只是要讲说，同样类似的事件很多，那为什么陈菊死了这件事情3个小时就直接抓到人去了？那当然，言论自由是要受到相当的管控，没有不，言论自由不应该受到管控，踩到法律底线，它有法律的制裁。可是，在那之前，同样的事情，以前同样的话可以讲，可是现在看起来是不行，你讲这些话会害怕的。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太难分辨的事情。你去宣传人家死掉，没有宣传，他是讲死人吗？因为他在脆上看到那样的讯息，他问大家有没有听说？你有看完那篇文章吗？你支持以后只要所有提出类似疑问的人都应该要被抓去吗？可是如果你支持，我欢迎你在这里大大方方的讲。如果我现在在脸书上可以讲任何民进党可能死了，钟佩君死了吗？我不会觉得他应该要被抓去警察局，我觉得可以讨论，我会活生生的出来讲，我没有，我会提供证据。为了要去辩护，你要想哦，这很恐怖
样子他并不是讲陈菊死掉，他不是散播，出来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在散播，他是提出那样的疑问，那是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难道我们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了吗？那其他人可能的死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现在那些活在新闻的谣言有没有得到澄清？显然没有。来，一下补充。我只补充哈，因为李孝亮不在现场，但是我要帮李孝亮讲话，因为刚才钟佩君有讲到李孝亮说收到30-50份没有人啊，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联署书，里面有可能有所谓往生者联署嘛。我要帮李孝亮讲话，是2月6号。他才是 B 队才当领先人，那时候联署名册已经都签完了，所以即使就像钟佩君讲的，有收到30-50份陌生人，你不知道是谁，这个的死亡的联署书也不会是李孝亮收到的，所以不要再把李孝亮说进来。OK。小虎哥想补充一下，因为刚书牌讲到一个说，这个镜周刊大篇幅的报道，青年军如果那个讯息不是真的，为什么他们不出来？你就忘了，他们现在交保他们现在是交保，他们连跟彼此他什么都不能讲。你知道他们现在连他的其中一个人的女朋友是证人，他连在外面造势这个场合遇到，他们只能擦肩而过，通讯不行，面谈不行，通不行，他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在那个场合擦肩而过。他们彼此是不能联系。你知道我们现在中正万华那个罢免，他们2个人不彼此领先人，2个人不能彼此联络，所以我不能知道说你明天要去拿100，我今天要拿100，因为他们不能联络，所以你要怎么样？你是陷人于罪吗？他要怎么样跳出来针对这个案件评论呢？他们是不可以谈这个案件的啊。不，姚明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当然讲426，包括黄旅的这个案子，一定会在政治上面会有一些的影响性，而这个影响性。某种程度来讲，它也牵涉到另外一个。当你说莱茵德一直不断讲说你们就办蓝不办绿，所有这些，这个会不会也会引起一些包括在426甚或再往下的一些影响？当然你说莱茵也不是，莱茵自己也有人包括莱茵的一些相关也有人出来讲说，如果只要有死亡联署，当然不对嘛，大家都知道，只是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弄的？那过程当中的执法手段，而莱茵现在看起来主要诉求，如果像刚刚佩君讲的，不是单纯为了黄旅，那是整体的，包括战独裁，说担心台湾以后走向独裁，担心台湾走向独裁，就表示赖清德以后会这样吗？其实我觉得你要说现在是独裁，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在全世界有很多独裁国家比台湾严重的多了。即便是南韩，都是到尹锡悦宣布戒严那一刻，他才会被质疑他是一个独裁者。就是说要看行为。那当然这一次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司法也乱了套。怎么说？对，怎么说？这是今天下午这个黄旅他这个高院。抗告的这个案件的新闻稿，大家看这个标题，他说黄旅锦如羁押驳回抗告案件，这第一时间他们发的新闻稿的标题叫羁押驳回抗告案件，很多人像小五哥说，看到这个标题他羁押被驳回了。不是，因为我们一定是从上往下看。对，我一看到这一则的时候，我就讲，哎呀，黄旅过关了，因为如果驳回就确定了嘛。对，结果再往下看，没有啊，结果是发回台北地院。所以你看，他这个标题本来用羁押驳回，后来他们又改了。改成抗告案件变成就把那个羁押不羁押就不重要了但是因为刚刚也讲到嘛，就是说去年柯文哲案就有从无保请回到抗告成功嘛。对，当时柯文哲案的标题叫什么？叫柯文哲等人申请羁押抗告案件新闻稿，所以有范本啊。当时柯文哲案的标题叫什么？叫柯文哲等人申請羁押抗告案件新闻稿，所以有范本啊，不是没有范本啊。那我觉得说高院不知道急什么，连这个标题都可以让人家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但是某种程度，也就是说，大家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应该要。我觉得三思而后行啦，谋定而后动，要更谨慎一点。其实各阵营都一样不管是今天要发起什么样的抗争，或者说包括，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我最疑惑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小五哥当律师有看过多少因为伪造文书被羁押的人。这一次我看到好多。伪造文书是一个什么样需要用到羁押手段的案件吗？即便是组织性的啦。就算是今天一群人那边什么伪造身份证什么之类的真的用到羁押手段的不多了，真的不多啦。所以我在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该办要办，该办要办，要办那个违法的
比如说现在也有那个被罢免成功的说，哦，我现在要去告发，当初这个罢免我的人有这个伪造的，趁微冒，对，没关系，这是他的权利。可是当年这些资料从来不会变成是司法追杀的工具，就因为就算是伪造文书，它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罪，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动不动，柯文哲他涉及的至少是贪污吧，那是重罪，这我们没有任何疑虑啊。可是你说像黄礼锦，即便他跟这个案情有关，那个这里面的那个法条叫什么？刑法216条、210条，违反个资法。我真的觉得纳闷，这才是我觉得可怕的地方。前2天还有一个，上礼拜有一个去恐吓吴思瑶的，发了一封恐吓信。也被声压，也被声压。这个小虎哥是律师，恐吓罪，单纯的恐吓没有任何的那个接触肢体的，2年以下，他也被声压。当然最后是交保，最后没有让他收押。但我好奇的就是，现在的司法是什么罪都可以压吗？这符合民进党过去主张的。这个所谓人权吗？司法人权吗？你觉得有违反比例原则的问题？这当然违反。蓝营常在喊这一块，可是你有听到包括绿营或是罢团一些朋友会讲说，他就是犯罪行为。那检方各自独立办案的时候，有他们自己办案的一个想法啦，或者什么这些，没有人去刻意要去影响这些，所以才会是这样。对，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现在的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我必须说，他们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指使或者怎么样，但是就像过去有一个案子。某一位前立委，他在立委任内有人辱骂他，在网络上发文骂他，结果检方申请搜索票去扣那个发文骂他的人，只是妨害名誉罪哦，扣他的电脑，抓回去，最后判多少？50天拘役，要搜索。这就是违反比例原则，而这种行为有点像过去，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以前跑过一个新闻，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什么卖那个以前什么白色恐怖时代文件，结果那个宪兵就冲到你家那种感觉。我说最可怕的不是真正面对独裁的这种议题，不是现在的制度独不独裁，而是这些人的思维，这些法律的运用，让你觉得恐惧。我必须说，民进党是反抗威严起家的，而现在的司法官。很多已经把威严的手段，把这些所谓的戒严时期的那种手段拿来对付人民了，这才是我看不下去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光是伪造文书可以羁押，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要回应一下，我刚刚讲的包含依照现在来讲，现在所有的搜索或者是羁押，需不需要经过法官？要，不是检察官说的算嘛。所以刚刚杨明讲说，你把这个所谓的宪兵过去在威权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搜索，拿来不是那个是马政府哦，对，马政府时期哦，拿来不是威权哦，拿来跟现在做比较，那是马政府时期哦，那时候民进党全部站出来骂那时候的军队哦，骂那时候国防部长哦，要国防部长下台哦。现在的羁押有没有经过法官同意？有啊。所以你怎么可以讲说只要不服我意，或者是跟我意识形态不一样，它就叫做司法已经被政治控制？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嘛。大家还是忘记嘛，这一次的罢免蓝委里面有多少的死亡率，有多少的死亡人数？国民党自己，我以台北市党部，我以台北市政府的台北市选委会就好了。罢免绿委的死亡人数这么的高，错假率这么的高，我们的选委会寄出的查询单少于基隆。我要讲的是说，那你有没有放水嘛？苏美，这个选委会是中央管的，我不争执他们有没有违法，我不争执他们有没有违法，因为他们违法该办就办。我争执的是为什么要用到羁押的手段。不要忘记谢国良在他要被罢免的时候，编列了多少的预算去寄查询单。还有之前高雄韩国瑜要被罢免的时候，编了多少的预算要去寄查询单？不要告诉我这跟台北市选委会都是中央管的。谢国良已经告诉你，我可以寄查询单的；韩国瑜也告诉你，我可以寄查询单的。为什么谢国良、基隆可以，韩国瑜可以，唯独蒋万安不行？对不对？这是不是很荒唐？所以你自己查询出来的资料。罢免绿委就错假率就是这么高，这是由台北市选委会光查户政资料就查出来了。至少民进党现在不会再讲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也不是民进党开的。如果你问我是民进党高层，我是赖清德的话，我也不希望现在羁押，我也不希望他抗告啊。426就在前面，结果你今天给我提抗告，给我去羁押，那不是帮426添柴火吗？所以啊，检方办案有没有政治的考虑？但由检方自行去判断。但是我们要相信司法有它一定的程序，包含检方去抗告，法院要不要更裁，要不要羁押黄旅，都是法院的事情。今天可能又被抗告驳回，也有可能啊。所以这整个的程序有一定的公正性，我们要相信这一定的程序的公正性。那有没有政治判断？每一组的检察官会有每一组不同的政治判断，那由检察官自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推到民进党，都赖给清德。来，佩君刚刚回什么？超哥，我刚刚讲北市选委会不是台北市政府能够管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北市选委会回答我。因为日前我跟北市选委会所知，如果赵舒培讲是我们能管的单位，你知道怎么回我吗？白纸黑字哈，本会非地方民意机关所知或被询之对象，这个。有关议员所知一节，依法不宜提供使服法制。白话文就是我是归中央的，你地方民意代表没有资格来问我。所以什么时候台北市选委会是台北市政府能够管的？它是跟警政一样是一条边啊，是中央指派。所以你不能这个时候又讲说要台北市选委会，又有台北2个字，又是台北市政府指派，不是吧？这一查就知道了。但是伟阳，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一个氛围？朱立伦428是不是要被约谈？谢龙介、刘永凯已经跟你说了，我不会去，麻烦刘部长你派人来抓我。是朱立伦看起来428应该也不太会自己去。是罗志强，我不知道罗志强那他自己讲，他说因为他的办公室主任不是有被约谈吗？然后讲说好，剪掉下一步，那应该就是要冲着他来，他就讲说决战东厂，要压就来，就算要交保他都不要，他就要让你压。现在看起来，包括黄旅，那这一次在你说法院再开，可能无保请回，可能会交保，可能会包括羁押都有可能啦，所有的状况。只是这些氛围看起来一路走到现在，当然你说像秦姐他就讲说，国民党整体的压力已经到快炸锅了，是这样吗？对，国民党的压力一定很大啦，什么样的压力呢？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很不妙的事情要发生了，可是呢，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国民党整体的压力已经到快炸锅了，是这样吗？对，国民党的压力一定很大啦，什么样的压力呢？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很不妙的事情要发生了，可是呢，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刚才讲426啊，秦姐说会炸啦，我只说一件很简单，426办完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国民党人跟我问过这个问题，办完了，劳师动众，然后呢，压的继续压。罢免的继续罢，倒戈不倒戈接下来呢？这不是才是重点吗？你今天办了一个活动426，当然我之前有讲背板要上什么，黄旅吗？还是朱立伦呢？不然黄旅人家有时候看，那人是谁？中南部会知道他是谁，台北都不知道了。你更不用讲要放出文情。如果黄旅明天又顺利交保了又顺利交保，五保。那个人难道放出文情？他谁啊？根本没人知道他谁。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活动本身，当你说战独裁，马上会碰到一个刚刚大家吵成这样核心议题。请问什么是独裁？叶元之有世界首创的30%独裁。那这到底是？他礼拜3在我们前面对，就在这边是30%。他说他的跟佩讲就渐进式是不是会渐进式独裁？刚才他们讲的是这种渐进式独裁，我不会说他没有解释的可能，但是跟我们学了那么久的政治学，的确有非常巨大的落差。这个巨大的落差到我们很难理解。现在如果说为了独裁，需要全台湾大动员数百台游览车。好，先不管现在是不是符合政治学上的独裁，那我就问朱立伦这一个站下去的要站的那个东西你站动员，那你站赢了什么？可不可以这样问？我刚为什么讲说朱立伦428不去，刘永凯不要去？某种程度就是把球要丢给民进党政府，是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你来拘我，对，而且我一定要拘给大家看那个画面。好，一样，罗志强现在也这样讲。
我不知道黄旅的心情是怎么样。也就是说，现在蓝营有一种那种悲愤的那种，要塑造悲愤那种感觉，就是全党几乎快团灭到从党中央以这样被迫害成这样。那好，你说被罢面临被罢的人，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因为就吹第三阶段嘛，对，第三阶段我就要让大家所有支持者知道我被迫害，就塑造。所以你刚刚讲说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再继续塑造这样啊？对，所以我现在就要讲完了以后呢，因为现在大家看不出来，你朱立伦把所有的牌都藏在下面了，他搞不好426才会拿出来，搞不好428。原来的那张票要他出来的时间，他才会拿出来。这种不确定性才是真的问题。民进党只是坐在那边，赖清德只是坐在那边。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只提了一个预算出去，特别预算出去，我根本没做什么。那国民党呢？大家都在问你朱立伦要做什么，所以卢秀燕会紧张啊。卢秀燕他会说，本来不见得要去的，我要来了。然后旁边中统理就说啊，我们有90%的议长、副议长会支持卢秀燕选主席。选主席关站独裁什么事情？难道朱立伦就不能站吗？不对吧？那你只能连接到选主席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是426选主席吗？不太对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把牌扣在手中，不要忘了，大家都会帮对手穿小鞋啊。像台中市咨询何文华议员，法制局对他就问法制局局长说：“像这个超死人年数是不是有问题啊？”法律局长说有问题，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把柄在那边了？人家之后如果要弄卢市长的话，这个东西会不会拿出来？你的法制局长说这也不行所以你那边的要不要办下去？办下去，你要不要站出来继续站独裁？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慢慢准备手中的牌。其实426这一局，我真的看起来就是他的真正的高峰，并不是在他本身，而是。烽火举烽火，你不能戏诸侯。诸侯带兵杀到之后，要有力量延续。所以真正的高峰可能是其实我要补一点在这个礼拜初了，还不到礼拜1的时候，我就听到有消息人士说，可能就是这个礼拜3，我们今天录影这个时间，朱立伦可能会去北检一趟，但是不是北检外聚集案，而是可能会被搜索，党部会被搜索，人会去。所以礼拜1林涛才会那么兴奋的出来他本来那什么兴奋的？你讲的是说那天有新闻有新闻出来消息说要去搜啦，然后要什么什么嘛？对，因为那天林涛在这了，那天林涛在这他就直接讲说没有啊，也没有搜，后来没有嘛，对嘛？对，但是那个时候下午大家想居然比大家想快，不是说3、4怎么会变1、2但是呢，后来发现没有糟了，会不会是426就没那么刚好了？所以大家心里到底盘算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人需要经此一战，成为新的英雄？不要忘了，柯文哲这种无敌模式永远都找不到金流，没有任何金流的模式，实际上是让人很羡慕的，怎么样都无敌耶，哪有这么好生出资本的方法？对啊，可是好，我们就讲426那天的一个画面，从姚明刚讲的，或伟航刚讲的，一算给你一个画面好不好？那天上去，朱立伦拿一张约谈通知书出来，428，这就民党政府对待最大在野党，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了，什么的不管 ，OK， 两改上去，拿一个约谈通知书出来，428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接下来讲黄旅，因为我不知道到426那天黄旅到底那个法院才出来了没有，但不管怎么样，一定都有一个词可以讲嘛。然后接下来黄旅面临到这样，台南、新北。然后好，今天再加一个宜兰，所有这些，然后接下来再把杨明刚讲的那段，这个案子是非曲直有错就办，但是有必要是用这样抄家灭族的办法吗？什么就全部摆在一起，然后426只要在上面，每个人拿出那样子，你可以想象台下，然后再就会这样，就把那个火要烧成这个样子啊！他这样就是他们在把这个。转换成好，虽然佩君刚也讲，他不单是为了黄旅，或是为了什么罢免，可是他一定跟罢免有关系嘛。接下来你说今天曹建他们虽然开记者会说那台北5个都过，徐小清有326票，没关系，他们就把这个全部都转成未来的柴火，就这样啊。对啊，我觉得对于所谓的司法侦办，每一个当事人他有他的不满，我都是非常的尊重，包含现在柯文哲案，只要陈佩琪一讲话，我都说这个是家属的不满，我们都非常的同情，这是个案。
个案跟通案跟赖给清德是两回事。你对你自己司法侦办不满，我直接讲了，朱立伦跟谢龙介，也不是所谓的伪造文书案，是啊，他是因为集会游行法，在野党民进党我啦。我们在野党以前在做在野党的时候，集会游行法不知道被所谓约谈多少次的，只要有一集会游行就会约谈一大堆。那我也跟朱立伦跟谢龙介讲，你们应该都没事，为什么呢？因为有蒋万安挡在前面。蒋万安第一次举牌啊，你看现场举牌7次，没有任何一个人喊过3次以上，为什么？警方为了处理群众案件，它其实有它的弹性做法嘛。我如果认为这场群众运动虽然违法，但是还不足以到重大到危险到足以伤害到所谓的国家运作的权利的时候，我是可以弹性的去做处置嘛。弹性处置的方式就是，好吧，那谢龙介你就举2次啊，那个谁举2次啊，大家都没事，到最后都没事，顶多罚钱而已。这个以前我们民进党也常常干这种事啊。说真的，民进党也常常被这样的约谈，一点事情都没有，包含伪造文书啦，没错，我也觉得检方是不是要用羁押的手段嘛？羁押的手段是检方他提出来，他觉得需要用到羁押，有些人就没有啊，像新北市很多人就被就无保请回啊，或者是交保就算了嘛。那很多人有些检察官就认为需要羁押嘛，那需要羁押也要法院同意啊，现在又更裁去柯文哲更裁了3次嘛，那这些都叫做司法办案的程序。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一份联署书签起来之后，过2阶段、3阶段去投票罢免国民党。来，苏北除了回应刚才那个以外，你最近跟罗志祥，这个罗志祥为什么要杠成这个？罗志祥对上我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他的2阶通过，3阶要投票。在大安区里面，其实蓝营的反应其实有点冷淡，所以他必须要去操作一个蓝绿对决的方式。那他要去跟我这个对打，把自己蓝营的人激出来，在3阶投票的时候能够出来投一个不同意罢免嘛。对啊，所以你知道吗？他就包含我们之前讲的嘛，从上个礼拜第一时间说，我公布了他2022年选举在桃园选举募了1400万，其中里面有1000万是支给自己基金会的董事，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公开的资料哦。结果罗志祥第一时间说要告我5年，第二时间说我死定了，变成10年然后第三个发文居然说要罢免我，所以可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后续的动作，唯一有一个统一的动作就是他在下面就是都是在卖书，都是在募款嘛。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奇怪啊！你这一直抓着我对打，然后后来又发文骂我跟苗博雅说什么我们是为了选举，然后准备要什么什么补选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无稽了，因为就如我所说的。对于这一次的罢免，民进党或任何政治人物都是公民的其中之一。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大于公民。我们在整个罢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刚刚133大哥说，我有我的责任额，我会去帮这个去联署，去摆摊签联署书。我会比如跟小玉姐讲说，小玉姐，您到底在台湾，你有亲家好友要来签联署书不？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参与这一场的运动跟这一场的活动，但是这个国民党要被罢免的罗志强没有去好好的想想，除了我们之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民？你知道那些公民有很多的都是什么上市上柜的经理，上市上柜的大老板，甚至很多都是军公教退休人员，都站在街头，在摆摊，在不管风雨，不管被国民党的支持者怎么样痛骂，他们都站在街头。而要被罢免的人一直呛告，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回应，所以我才会帮他弄一个倒数嘛，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2022年公布你选桃园的政治现金的资料有误的话，
你说你不管你要告我5年，要告我10年，要现在告、未来告，或者是自诉告，我欢迎你来告，但已经10天了，你总是要给国民党支持者一个交代嘛。你看他今天要发文什么？他今天发文说他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啊，那时候韩国瑜在高雄选举，他没有考虑到自己，他帮韩国瑜募款了100万去帮他坐公车，又帮卢秀燕坐的公车，又帮谁做了什么事情？那我就问你，讲完这个罗智强嘛，2022年你5月迁户籍，5月18号。朱立伦就已经提名了张善政，你募款了1400万，为什么你连1毛钱都没有给张善政花？我就问你这件事情就好了嘛，你出来讲清楚，出来说明白嘛，不要一直在那边东告西告，现在还要去检举我办公室，说我的办公室是在帮这个霸团在联署罢免，所有的人都是，不是只有我，所以你不要挑我出来做蓝绿的对决，因为蓝营在大安区不出来支持你，是因为你在大安区就犹如渣男嘛。2018年选举的时候拿了4万多票，当没有4年就浪杠了，很多的里长罗智强根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然后跑到桃园去，然后募了一堆款之后，也没有给张善政用，又在这个蒋万安当选之后。林奕华去担任副市长，发现大安区有机会，又跑回来选一个最轻松的大安区的立委来当。我不为难钟佩君啊，因为钟佩君之前跟他选过。我告诉你，我觉得对一个认真在经营选区的人来讲，罗智强这样子的行为都是非常让人家讨厌。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含我们很多国民党的里长都出来骂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罗智强委员真的。不要挑我，你要说服的人是国民党在大安区的支持者，不是拿简舒培出来当稻草人对打，或拿苗博雅出来对打，你就会赢啊！因为现在罢免你之后，要补选的对象不会是你啊！你如果被罢免掉之后，有可能参与补选是这个钟佩君啊，有可能补选的是徐宏庭啊，有可能是李博毅啊。国民党每一个人都比你更深根，好不好？拜托。你要不要回应一下？要回应一下。舒培说这一题不为难我，这句话本身就在为难我，我一定要回答。没有，我刚刚已经不好回答。我刚刚点名了所有的国民党，但我没法坐在这里是我嘛？这题没有那么难回答。首先。志强跟舒培的司法战，我不能替志强回答，他有他自己的节奏，什么时候要去告或者要不要去告，那是他自己决定。那一题我没办法替他回答。那至于募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讲。今天大家出来选公职就是合法募款，那这4个字其实可以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合不合法，第二个是募款。前面如果舒培或者是阿苗觉得他不合法，要去检举他，他违法募款，违法的部分去检举他，可以去告发他，可以去调查嘛。那他就有相对应的回应。那募款这一部分有没有规定一定要没钱的人才能去募款？好像也没有，对不对？蔡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是公主，但是支持他的人还是愿意捐款给他。所以今天拿无业摘雕，他募得到钱，那是他的本事。所以合法募款这四个字虽然看起来是一句话，可它可以拆成2个概念去检视。那今天如果我从这2个方面去检视志强，他可以经过这么多次的选举，大安区的民众，即使你刚刚讲那些状况，愿意投票支持他，我觉得那就是答案。今天他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就是这个问题。那譬如我可以问一下，在地方基层上面，像譬如秦慧珠、秦媛、秦姐说，大家对蓝营的支持都快炸锅了这一块，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度吗？或是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像巧芯那天讲说，所有的这5个立委，那跟蒋万大家都是等于这5位跟蒋万绑在一起，蒋万未来的连任。等于是跟这5位立委到底会不会被罢什么都有关系。蒋万安今天自己也讲，他会跟蓝营的这5个立委全部都站在一起，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是真的基层上面会有那样一些的氛围在吗？你自己的感受？小哥，这个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所以根本不用管要不要连任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在同一艘船，你没有帮忙挺过罢免这一战，所有的党公职都难辞其咎。但是说实在，我个人观点啊，也不代表市府，我没有跟他套过招。我个人觉得蒋万安的连任之路已经不是一个悬念了，那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即将时间到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万安动作也许
许还有更多的含义在里面，对不对？我个人或者我们的支持者对他的期待，也许是通往这个仁爱路的终点，那才是很多年以后的目标，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只是力道要做到哪里而已。那你说现在这个蓝营五席会不会很焦虑？我这样讲好了，与其说焦虑，他们一直都很紧张在备战。这个我之前好几次来我都讲过，从第一阶段过或者还没有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做好要进入3阶投票的准备，不管是资源或者是心态上，他们是做好要下去投票的那个准备。所以无论战况演变如何，他们都会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我倒是要说，如果罢免团体真的像这个他们这个递出联署书每天都有捷报那么 chill 的话，我真的小虎哥，我今天看新闻最大的问号是曹董那个记者会，我看到最后我唯一留下印象就是他在研究徐巧芯跪在地上的时候那一把香有没有点燃。如果他要讲连这个都可以挑出来做文章的话，那词汇堂啊，那一天天上掉下来盖住赖清德那块红布，是不是也有别的旨意在里面？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严肃的公式到这种荒谬的这个细节里面去吗？那到底急的人是谁呢？我回应一下那个罗志强募款那件事情啊，我还是要讲了。2022年罗志强的募款其实是5天，因为那时候这个就桃园的那对桃园的那一次，中国时报帮他做嘛，他募了5天他就关账了，总共募了1400万。罗志强的募款其实是5天，因为那时候这个就桃园的对桃园的那一次，中国时报帮他做嘛，他募了5天他就关账了，总共募了1400万。那其中70%，就如佩君所说的，我们政治人物选举总是要募款，总是想要邀请朋友来帮我们忙。我们有本事，我们能够去诉求，人家就会捐钱给我们。我们的理念能够获得大家支持，大家就可以捐款。但是这个捐款过来之后，我们的支用也要经得起挑战，也要经得起大家公开的检视。现在我们就是在公开检视罗志强嘛，你宣布5天参选，你就募到了1400万，1个月后你就退选，结果你这1400万你就花光光其中1000万是给自己基金会的董事所开的公司结果你没有要解释啊。你如果说啊，你像今天解释2018年你给什么韩国瑜多少钱，你给什么帮他做什么广告多少钱，你把它解释清楚，那我觉得理所当然。但2022年这一笔，我还是没有听到罗志强你在做解释，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就在转移焦点那另外，我觉得蒋万安的部分，其实蒋万安其实是真的变得很呛，而且他对于民进党，他就是只要我看到你，我就是要跟你吵架。昨天那个现场，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昨天呢，因为这个我们总召陈时会议员讲完话之后，我就是第一个发言，所以我第一个发言，当然我会对这个4月17号这个违法集会的部分做发言嘛。发言完之后，我就认为第二个部分，我就是针对于那个生生有鲜奶，蒋万安在台北市推的生生有鲜奶的部分去对他质疑，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喝完牛奶回来跟我讲说，蒋万安送给他1瓶牛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老师叫他去领牛奶之前，先看蒋万安影片，所以我就在说你干嘛造神嘛？那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是3个议员发言完之后才会请市长统一回应，没有想到我发言完，你知道蒋万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马上就跟我们那个总召讲说，那个麦克风给我一下，我要回应。他就是要抢麦克风，他就是要针对我，他就是要跟我吵架。可我觉得有意义吗？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在3个议员讲完之后，他有一段话，我觉得是最有问题的。他说，417那一天违不违法，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们议员说了算，更不是内政部长说了算。所以我们当场的议员就说，那是法律说了算，法律说了算，警察局说了算。那一天警察局有没有发新闻稿？给大家看一下。4月17号，台北地检署因为这就是集会的禁制区，台北市警局因为当天下午就知道国民党要去那边集会，而且市长要去，他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要求民众要理性自治。他这边就有写说，北检是为集会游行禁制区，依法是不得集会的，呼吁到场表达意见的民众团体应该遵守法律。蒋万安市长，你违法参加集会这一件事情，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发了新闻稿打你的脸，然后你还在那边讲说你有没有违法这一件事情，不是你说了算，警察局已经打你的脸，然后再来这件事情是不是市政？当然是，台北市市长
去参加一个违法的集会，后来发言人居然出来讲说，他那一天是去视察民众。他是去视察，视察什么？去违法视察什么？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可以硬啊，国民党也需要他这么强硬，但是要硬的有道理，蒋万安才会是让可以吸引更多人支持的蒋万安嘛。而现在拥抱深蓝、拥抱偏激深蓝的蒋万安，只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市场会越来越小。那佩君那天也有去，当然，对不对？好，那针对这些，包括像蒋万安跟你们，然后绿营现在讲这些，你们有什么回应？有，因为我觉得民进党这个礼拜的这个言行，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突然一瞬间变成最守法的人，一直在问我们说机会游戏有没有申请？可是太阳花有申请吗？他没有办法申请。去立法院有申请吗？去闯进先认识太阳饼哦，那是因为破坏公署哦，我们没有破坏北检的一草一木哦，所以两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北检不能申请集会游行，今天警察讲的很简单，他们就讲这个如果有达到冲突的时候，他们会依法驱离。那天没有驱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暴力，没有破坏公署，没有闯入，也没有暴力冲突。所以他们没有驱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现在一直在跟我们纠结说要不要根据集邮法去申请的时候，警察已经给了很明确的答案。民进党这几天还在质疑一个点啦，就说蒋万安是台北市长，怎么可以做个人跟市长的脱离？没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刘世芳在立法院被林国成问说，你凭什么讲台湾人吃台湾米变中国贵？刘世芳回答什么？我是以个人的身份下乡的，我就用这个答案回给民进党的各位。OK， 我不晓得周老师，现在看起来。刚才讲到，现在台北市变成好了，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变成台北市这个重灾区。对，而这几席跟蒋万安全部都绑在一起，这是大家就在讲说，而这一仗也会攸关到不只是2026，你会看到地方版图之间的变化，胜过2028。而在这个时候，朱立伦当他在野峰会的时候，直接请了黄国昌。然后看是不是未来426能够一起上。黄章很早以前就说过要传一些 know how 啦，让他们知道啦，所有包括罢免的所有这些。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这5席跟蒋万安之间，包括朱跟黄国昌之间，现在蓝白在这一仗里头，你自己跟黄章以前大家共事过这些，你会怎么判断？这个首先要帮大家厘清一点啊，在台北市没有蓝白合的，一直都是蓝白互殴嘛，选市长就沙咖嘛，虽然黄南安那时候是无党。但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是柯文哲来支持。好，那后来呢？台北市的选举格局一直都是战到最后一刻，三边就是不断冲突。那现在他碰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境，罢免需不需要这个白银的票？不管你冲草还剩多少，它都是个学问。当然，我们前面讨论过呢，倒戈第一可以募款，第二你会有一个民进党的对手，这是最好的。你现在跟公民团体对打，再怎么样都是素人平民百姓。你打得太用力的话，哇，那这个下场就像王宏威那样子啊，就是这样，本来没事的，就弄出一个阿美，搞到你自己全身都烧起来。所以现在的格局就是蒋万安，您知道，我才在第一线，你朱立伦一直讲说全国大格局，全国大格局，可是我在第一线，台北市的格局跟大家都不一样。那现在就是卡在蒋万安还有没有下一步，因为大家看到他抛出来的这个倒戈，它是有声量的，它声量一下拉起来。蒋万安本来大家讲他没底气，现在都有底气了，甚至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圆饼图啊，有一半以上强力支持倒戈，讨论倒戈成功之后的后续后果，还有嘲笑倒戈是讲而已。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第一，关注这个的搞不好是绿营的支持者，人家不怕你倒啊，有种你倒啊。早就绿营之前在讲有种你倒啊，倒了我们来看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是60%民意嘛？好，那蒋万安会不会有误判？这个声势他会觉得，好像突然有声势，可是真的是尽在我手中吗？会不会是有绿营就趁机在乱？他希望你倒戈，他希望你跟朱立伦对上，他希望你们起冲突，所以。即便一直有放话说有非常多的蓝委愿意考虑倒戈，不排除或像王县长彰化王县长说放入选项，或者是像谢龙介事不关己，6席都是全台南都是绿的，所以倒戈，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但我问到刚刚问了很多立院记者，确定支持倒戈的区域立委，而且没有被罢免的。就只有金门、马祖那2个，因为其他都深陷危机，都会想说，到底倒戈好还是反罢免好，还是我等到2阶段联署的结果出来了，
我再来站队。大家一有这种各怀鬼胎，你整个策略的操作就全部都往后拖了。这个就是蒋万安最不乐见，因为你时间拖到那个时候，大家到最后一刻才都有决定。老实说，那个时候罢免的整个局宣传都起来了，可能已经完全救不回来。可是如果真的这样讲，小雨，你光讲朱立伦跟黄鸿章碰面，那个态势就已经摆明了告诉你，不用考虑倒阁啦。朱立伦今天甚或讲说，大部分的立委都说不支持这个自商哦，他用到自商这2个字。对。那但是蒋万安提到倒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如果在台北发现这5席如果都面临这些状况，因为倒阁的话，反正就是大家全部都来选嘛，大家全部都来选，某种程度应该不至于会，就是说，譬如说在台北，大家不是专注某一区嘛，那倒阁既然大家全国全部总检，可是黄国昌已经说不要，朱立伦好了，这几天有很多的来宾都讲说，朱立伦等于是夹外力黄国昌，因为白银的8席在立法院如果表决倒不倒阁很重要嘛，那现在就告诉你说，蒋万安不是我不答应啊，是我们的友军就摆明了说不要啊。蒋万安不是我不答应啊，是我们的友军就摆明了说不要啊，那我们现在去也不会过啊，那大家就认真回头去看罢免。可是对蒋万安来说，哎，我守这5席，那不如大家一起下来，那你干嘛把责任都推给我？那现在怎么办？我觉得倒阁就没有后续了，就是化怀的不啊，可是蒋万安喊嘞，就变成我们政论讨论的一个题目嘛。因为坦白讲啦，就是说倒阁。就是现在立委就不可能会支持了，就对啊，刚刚那个老师也讲了嘛，他去问嘛，其实我也觉得说国民党之间很矛盾，因为我之前不是还有一篇报道说，好像是李彦秀吧，有证实说什么80%的立委都赞成，80%的蓝委都赞成，可是后来就马上说，那朱立伦就出来说没有啊，所以到底国民党的讯息自己内部也很混乱，到底是？可是我必须讲了，朱立伦已经出来讲了，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那蒋万安哦，那当然大家有说他的一个政治盘算，蒋万安现在风头很健，没有错啦。可是就是说他也讲了嘛，因为他喊倒阁，可是根本不关他的事啊，因为他也没办法去主导倒阁。当然，所以我这也变成我们政治，我坦白讲，我觉得就是包括卢秀燕这些人都不支持之后呢。倒阁的话题就这样无疾而终了。但回过头来，我觉得朱立伦更大的麻烦是426这一场啦。是我真是觉得朱立伦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第一个啦哈。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些在疯传嘛，就是说小草啊想要把426变成自己的主场嘛，就意思就是说，当朱立伦上台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道贺彩，然后那个黄国昌上台的时候，我们就拍拍手这样。那这是外患，可是朱立伦，你有没有想过，卢秀燕为什么突然要宣布说传说他这个有65台的游览车，今天还加码到说有到70台了，哇，他大动作因为他说要上来参加，对，那中部地区的包括我想东部地区国民党的一些议员或民意代表那些，就共主要上去，我当然要上去力挺啊。真的是这样吗？好，那我见缝插针，我觉得他就是选党主席的一个起手式，所以426就变成一个反猪的大集结嘛。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花钱动员又动人，结果呢去找了一堆人是来反自己的。你看卢秀燕为什么要这么积极？他就是想要选党主席的一个起手式啊。因为之前大家就不管是战斗蓝怎样不爽他太软，或是说其他的人觉得朱立伦你领导无方，变成是35-0这样，那后来好不容易就加码上来，可是就是确实是对朱立伦的一些作为不满嘛。那卢秀燕她这个时间她看准了还有包括前几天中东锦说有什么九成的议长，然后中东锦很好笑，讲完之后还推给蒋根煌说我是听蒋根煌讲的。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哇，那看起来现在整这个你426不是就变成反猪大集结了吗？那我最要讲的是说，我觉得426为什么变成国民党搞到要动员？那今天中时写的就说党内现在要下令每个立委至少要认10台的立委啦10台的游览车啦，就一个人一台游览车是40个了，40人的话，那一个人就要400嘛。那我就问，为什么要变成要动员那因为你要输人不输阵，可是我要讲说你的口号就是没办法感动人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今天太好笑了，你不如去说你去战独裁比如说什么战共，你说想到说什么战绿共。那
426又被人家抓出来说426跟国民党真的是犯冲426去年的426是傅崐萁带着一大堆的立委去见王沪宁，你们口中你们反共，结果是傅崐萁带队去见王沪宁，然后还被人家抓出来10年前也是这个连战当时也是426去中国，然后后来见了胡锦涛，去签了什么5点的共识嘛。那我就好笑是说，你们当时口中反共，可是从反共一路以来，你从夏立言去见宋涛，然后呢洪秀柱去见宋涛，再加上连胜文前几天还在去见宋涛，就是你所口中说的反共，就没想到跟中共走最近的永远都是国民党。所以你426到底为什么就变成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变成你还要搞到动员？就是因为你的话题，你要去挺贪污，还是你要挺那个什么死亡联署？你要挺什么呢？我就觉得说，难怪你要靠动员。来，佩君两个，第一个变成426小玉口中变成反出大集结，第二个。反共，我在节目讲过800次了，反共理论上一直不应该是国民党的罩门，也不应该是感觉上是个软肋，但是为什么现在讨论起来会变成是这个样子？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小玉姐，这就是包牌式的说法。你各位想象另外一个场景，如果全台各地县市长意兴阑珊，蓝营县市长都说还好吧，很远呢，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忙啊，现在大罢免也很忙。那台北那边很多人，那就台北参加，那会怎么说？你看大家都不想要猪了，离心离德，让他自己搞自己。但是当大家集结要上来的时候，又变成大家剑指朱立伦，要他的主席的位置，所以是反猪大集结。所以蓝营的县市长来跟不来都可以讲嘛，就是包牌嘛。那你到底是希望怎么样呢？那没关系，那是他们的意见。那我们的想法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撑不下去了，跨北堆了，真的受不了了，都没屌了，就是要来了。那他们要来，民意代表帮他们想交通方式，那怎么样呢？你民意党办活动不用游览车载吗？难道他们都走路来的吗？本来419动员大家都知道啊，一区一区的，为什么新北那一天会空一块？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活动就是这样子，你提供支持者想要来，那你提供他交通方式上来，让集结的更顺利，活动更顺利，这个就是常态。那你说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多人，要硬生生再来，那会很吃力。没关系，26号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到时候就来看现场的状况。我先话讲在前面，我是很有把握那一天来的，因为以我自己在台北，你要当主持人对不对？对，我要当主持人。不要再问我穿什么了，我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答，那根本不是重点。白色还是蓝色的？那根本不是重点，好不好？穿黑啊，穿衣啊，会下雨啊。以我台北的调性来讲，我坦白说，我们自己的选区是偏蓝的。那我觉得我的支持者通常以前办什么活动要请他们出门来参加，我觉得难度都蛮高的。你刚刚讲你有什么把握？对426，我对426自动出现，还有被。就算他们是集合一起来的，我觉得那个状况是会非常踊跃，而且就算那天天气可能不会太好了，但我相信我们会撑到这个活动该有的诉求会喊出来。因为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我选区的人一直跟我讲他们想要去，可是可能这一句小玉某种程度有讲对，因为我会回说，可是台北市你做个捷运应该还可以吧？就是我比较没有想，而且大家从文山从大安来，我不知道跟他们约在哪，所以我后来还是都请办公室跟他们讲说，我们就直接凯道见。那我可能顶多准备一个旗子，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归属在跟我一起，想要算我的扣打的话，那我们是没有被分配扣打。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以我为号召来，我可能带一根旗子去，我们可以在那附近集合。但是这个自发性你是感受得到的，这个不用再什么推波助澜啊，什么便当，连水都没有。我还担心那天下大雨，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那一天下大雨，那几个小时下来之后，我觉得对身体是很大的。OK， 那刚反共这一块呢？老实说，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这一辈觉得很窝囊的地方。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喊出来的大旗，就旗子被别人抢走，所以加倍论述就是应该好好讲啊。我就反红共啊，有什么好不能讲？我们就反共产党啊，这没有什么不能讲的，都可以讲。为什么你会讲到说为什么你们会觉得窝囊？是啊，为什么不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形塑出成这个氛围，那就打破它。反共产党、反红共，讲100遍没有问题，就是可以讲啊。可是小五哥，现在共谍是从民进党那边抓出来的，他们现在讲我们是中共同路人，讲的比什么都还要大声。到后面更荒谬的辩白是说，因为你们是自家人，所以不用放共谍，什么话都给你讲就好了。那再讲一遍，就是反共产党的分就没有问题的。反红共当然也反绿共。OK， 我回应一下，共谍要不要办？要办。在绿营的共谍要办，在蓝营的共谍也要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国民党里面的共谍是谁？是以你们这些立委为首的。为什么？因为不负责任。国安法在那里啊，对不对？有违法是这样，欢迎举发。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子感觉式的去讲啊。你们傅崐萁带的国民党的这么多的立委，
去跟王沪宁见面，而且还去跟王沪宁每一个人都要低头见面。然后这一些立委过去在立法院里面，你看喊杀喊打，对民进党的立委喊杀喊打的，你看陈玉珍去到那边跟雀跃的小女孩一样，你当然会觉得说，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跟共产党一起的嘛。就是跟共产党一起的嘛，你们跟共产党这么的密切，而且从那边回来之后提的法案，以国民党来讲，每次都说要以民生为主，结果你们去年推的所有的法案，就是今年被罢免最主要的原因嘛，包含预算乱散，包含国会扩权，然后包含这些什么限塑法，一些乱七八糟的法案，国民党都没有办法回复。然后你们现在每次问到这一件事情，好，我刚刚讲这个反红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佩君愿意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大家应该一致。现在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应该对他们要有所准备，不管在心理上面，不管在国家上面，或者是在国防上面，都应该要有准备。但就是国民党嘛，国民党还有立委，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赖士葆在这么蓝的文山区，他都会被罢免，二阶都会成功？你知道他去年选举的时候，他刊上第一个看板里面啊，他说他是一夫当关，删了很多民进党的预算，第一笔预算就是新式占据预算，删了100%。你觉得你告诉我说你删国防预算，然后你是保护中华民国，你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事情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然后国民党每次被问到这一题，他就会说哦，你们现在民进党最多共谍，对，民进党里面的共谍我们一个都不能捞，一定都要办，每一个都要办到底。那国民党对于自己亲共的立委到底要不要处理？包含民进党提的所谓的立法不终审报备案，到现在在程序委员会，每次都被国民党加民众党把它退回去，连这个东西都不敢做，就不要告诉大家你们来。我不知道他的办到底的标准是什么、啊？办到底的标准，他的老板吴钊燮不用约吗？游锡堃不用约吗？你们那些共谍在那么多民进党党公职里面工作多久？经手过多少机密文件？有没有一个一个去调查？你把吴钊燮、把游锡堃、把所有他上班过的老板全部约去，我相信你有认真办到底。但没有嘛？这个盛楚英不是一个路人甲的青年军还是什么的，他是被民进党当成门面送到美国智库去交流的门面。如果他不是那么早这个画卡丘，他可能明年出来选议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在地方很活跃。所以不要跟我讲办到底，你吴钊燮怎么不办？游锡堃怎么不办？然后再来就是老实讲，感觉这个国民党立委怎么样？这我们讲过非常多次。如果你今天觉得国民党立委踩到法律的红线，触犯了国安法，你欢迎检举，欢迎去调查，而不是一直用感觉说啊，好像看到中国的人、中共的人就会比较客气、比较温柔。我跟你讲，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跟民进党。附中报备要不要通过嘛？民进党怎么会要消灭中华民国？民进党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而且已经执政了8年，现在即将迈入12年。中华民国一直存在，想要消灭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做一个结论哈，今天看到简舒培跟钟佩君这么优秀的表现，我对罢免赖士葆、罢免罗智强更有信心啦。这2个人表现都比这2个人好啊。所以罢免第3阶段好都通通过啊！补选的时候看他们2个可不可以在同一个选区对决啊？这个是所有公民团体的希望嘛。公民团体其实不分蓝绿哦，他们只希望说现在表现不好的赖士葆、表现不好的罗智强赶快罢下来，让表现优良，不管国民党提名谁、民进党提名谁，我们再去做重新的选择。这是罢免团体，而反共这件事情，我要跟国民党讲。反共就是反中共，不要什么反红共、绿共、红共、绿共、欧北共。我直接讲，红共、红色，所有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红色的，没有绿色的。如果要讲全世界的共产党，我们的周伟航老师又要开一堂课了。共产党发展史，中共就中共，中国共产党就中国共产党，你们就是不敢讲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们连胜文现在还在中国共产党在接见当中啊，洪秀柱还在接见当中啊。4月26号叫做周年庆，傅昆萁委员带了17名立委
到了中共见了王沪宁，4月26号刚好1周年。而这个1周年里面，傅崐萁带领的这些立委做了什么事情？大家不满的原因，才有这一场大罢免嘛，才有这一场大罢免的主轴叫做反共嘛。这是国民党要深刻反省的地方。我们希望你真正的大声喊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不敢这么喊，大罢免的结果不只会烧到台北市而已。蒋万安不要觉得说他已经连任了，57万票，他是台北市长提名人，国民党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蒋万安的选情，而台北市是重灾区。这些都叫做司法办案的程序，包含在所谓的伪造文书，在3审定谳之前都是无罪的啦。你都可以觉得我很可怜，我很可怜，大家都可以同情你。但是跟战独裁到底有什么关系？跟独裁有没有关系？如果因为要战独裁，台湾的司法体制都可以被你们踩在脚下，那才叫做真正的独裁的开始。我要讲的是说，不要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去破坏到司法它一定的程序上面的正义。你可以对所有司法对你的指控不满，这是每一个当事人的权利，但是不要把整个司法体制踩在地下。杨明刚刚讲到，其实你会发现国民党好，连蒋万安大家都说他现在比较转鹰派那种感觉。那不要讲说在人民党团里面大家吵成一团那个样子，包括到北检外面很多这一类的事。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画面，包括426所有这些蓝营现在所有的塑造是这个样吗？包括你刚刚讲说你觉得比喻原则，所有这些都会摆在这个里头。当然讲到蒋万安，蒋万安最近他不是演习哦，他是玩真的，他是真的转鹰派。那他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调整他的步调，要准备往连任模式。2026，对，一个叫连任模式的启动。但是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也呼应了，因为上个礼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蒋万安这个比较是冲撞型的那个时间点哦，刚好那时候徐小新讲了一句叫国民党群龙无首。他在呼应，我觉得彼此是有默契的啦，就是说在呼应这一块，而这一块他的用意是要告诉党内的所有人，不管你有没有意愿要选党主席，你先把责任扛起来。因为过去比如说国民党内，当然你要说地方首长，通常是所谓的有资源，然后呢有权力的，比较有 power 的那这可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量的都是市政优先，岁月静好，然后给人一种就是与世无争。中央你们立委在吵什么跟我没有关系只有要钱财划法的时候出来喊一下，然后或什么的时候喊一下。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想对他们在野党来，他们可能认知到，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在野党的意见领袖，你必须要对执政者有所谓的态度。你不可以在那边好来好去了所以我想蒋万安他可能是要展现出他身为一个中生代他有一个这样所谓的能量。因为大家可能很疑惑，在这个国民党在野这么久其实国民党他们真正发起对抗政府的街头运动，一只手就可以举出来。尤其赖清德上任这次426才第一次民众党已经办3场了，国民党这是第一次办所以我说对国民党来讲，如果今天他们心里面还想的还是党主席，还是什么党内的这些权力斗争的话，我想426怎么办都不会成功。可是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抛开来说，我是真的认真要开始从在野的角色出发，也许那个所谓的一些所谓民怨的承接的角色，可能才有机会。但小玉，如果政治现实最眼下的就是今天曹金城他们开记者会，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就是先排嘛。那你说前面已经说过了，罢团宣布过了4席，第5席你告诉我巧芯这席2阶没过也怪，今天先排就是36000。对 ，OK。那所有这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包括有人讲说，包括蓝营集体的情绪上面或各方面，因为那个压力，所以罗志祥动作特别大。然后包括你说要压就压，巧芯当然，那你说他跟曹金城人之间还是连那个妈祖经过，然后跪在那个地方香有没有点，2个人都可以吵。然后蒋万安爆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5席过了以后，进入第3阶，尤其台北市没有人想到它会是重灾区到5席全过，然后都过得这么高，所以甚或它会影响到，讲白一点，蒋万安2026随便掉1席的话，对他一定都是伤。所以变成大家现在是集体保卫战啊。
确实啦，我先讲这个霸团的动作。霸团今天其实是先公布9个，他说这个台北市是李彦秀、罗志强、王宏威跟赖世宝。那个徐小新这个是霸团他们自己另外再公布的啦哈。那另外包括牛许婷、涂全吉，还有新北的叶元资料先祥，还有台东的黄建斌，他们是霸团是正式公布这9个，是达到正式的门槛啦。那我必须讲就是说，霸团他现在是公布徐小新说他不只是过了门槛，而且是高达第二阶联署是36000，高达150%。那比较有趣的是说，王宏威这边马上也跳出来说，我们也这个也是42500，也是达到150%，然后就说大家两个并列第一啊。可是我今天有跟这个霸团他们同台，他们有说，其实这个就是也是有利有弊啦。那利的就是说，你就是激励士气。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公布？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礼拜已经算是要截止了嘛，对啊，就是这礼拜他们就是收完之后就要收摊了，因为他们要开始造册，要有2个礼拜时间造册，5月11号要交嘛，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在最后一波能够再冲一波，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了哈，那就是激励其他的，因为还是有其他的选区，譬如说像我知道就洪孟凯啦，洪孟凯那一区大概还差1000多份，那林德福这边大概差3800，张志伦差4000，罗明才这边差6500，就说大家还差最后1里路，所以曹兴诚他们是希望说公布这样的数字，去帮其他还差一点点的再冲一波。那为什么说有弊哈？那我是问说像巧芯或者是说像那个王宏威那个霸团那边，他们说公布之后啊，马上那个份数大降。就是当然可以想象，因为你说已经过了，对，那个人家就不基本来了，上就一定会降下来，对，人家就不来了。当然啊，对霸团来讲，他当然还是希望可以保温啊，就是一直保温。那如果说就整个荡下来的话，那对他们来讲，后续要再操作，他们会还是希望可以冲越高，因为冲越高你是带动3阶出来投票的，对，因为你看嘛，就算是徐小新你说150%，但是也是只有说你那个选区是15%，对，但是不够，你要罢掉他，你至少要冲出25%嘛。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就是有利有弊啦，我只能这样讲。但是回过头来了哈，你说那今天最危险就是代表说台北市5个立委，对啊，5个立委就基本上全部都要进3阶了嘛。那刚刚讲说为什么蒋万安突然硬起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让我觉得很不解的是说，一直讨论到现在是说我套一句这个调查局长陈百丽的话啦哈，他说有人作弊被抓到，你不去骂作弊的，一直骂作弊的。我也要讲，一直骂抓作弊的，好，套一句让我很 confuse 他这句话还用英文让我很 confuse 然后他说死亡联署是很严重的伪造联署，剪掉可以闭着眼睛当作不知道嘛。我也觉得讨论到现在，我觉得今天的让我觉得不解是说，为什么一直都要骂抓作弊的啊？觉得其实你觉得刚刚谁在让你 confuse？我吗？没有，你直接说，媒体人有什么好不敢说的？啊，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伪造文书也算是重罪，因为他说5年以下，跟伤害罪是一样的。重在哪里呀？5年以下啊！5年以下很轻，好不好？哇塞，你的人生这样子5年以下，而且是一罪一罚，是一罪一罚不是，先不管什么一罪不一罚，对啊，但是昨天没有看。小五哥有说了，他是结果犯跟行为犯的差别。那是法律上的解释了。对，好，来，还有谁让你 confuse 说？没有啊，我都觉得大声说。对，我觉得2位就让我有点 confuse 啊。但是我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在网络上你去造谣？譬如说佩君，你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记者出身。以前我们要是先率先发布死讯的话，我们那个是要记大过，甚至要叫你滚的。就是发错的啦，就人家没有那个电视台是要道歉再道歉的，那个是不行的。然后我甚至你去发的那个死讯的记者是基本上就直接叫你走了，这种就不行啊！而且为什么就是特别去抓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他是我不晓得他是发在 Trade 还是发什么，他就发在那个他是整个被疯传，他是 PTT， 他是整个被疯传，然后大家都用他的文章就疯狂在讨论。那所以说，好，但你说为什么就特别去约谈他？就是因为他是整个造成疯传，所以警方只是去约询他，然后后来也是让他就回去了，没有什么急要他不是。那当警方要了解嘛，就说你为什么会去要去散播这样子的消息呢？所以这些就不行，就是不行的啊！我不知道曾几何时这些不行的都被人家讲到好像说，那我们没有肯定伪造死亡联署哦。对，可是我要强调的是司法手段的正当性哦。因为当你今天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你说5年也很重啊，5年很重啊，对啊，所以是一罪一罚哦。所以以后我告诉你，诈欺是不是车手每一个都要羁押？
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每个都要羁押。等一下哈，虐童是不是每个都要羁押？他羁押的理由是因为他有为什么有虐童的可以绕跑嘞？对啊，虽然有人说是啊，可是每一个都要羁押。对，我要讲，有人交跑绕跑啦。你们的司法院啊，所以要羁押，所以要被骂的是司法院，为什么跑掉是对的。我要讲的是司法手段不应该变成说看颜色来办案。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们被羁押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检察官认为他们有串证跟这个串供跟灭证，譬如说他手机啦，就是把他灭证有删，他其实是有这些诸多的理由。对，所以这也不是说乱押，那很多也是像李孝亮这些人，就都让他交保请回啊。所以那这边 confuse 还有没有？ confuse 我要回答他了，但是还没有 confuse， 就是说我觉得我也很 confuse 啊，因为今天不是作弊跟抓作弊的问题，今天那个样子比较像是今天老师只有来我家补习的，他作弊没关系啊，没来补习的我去抓。我们刚刚从最一开始，你有听到我讲哪一句讲说错假联署不应该办，那个没事就应该装作没看见？我有讲过这样吗？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他应该要符合比例原则，公平公正的去办。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等一下我要讲完，有这样的状况都应该要去办。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一件事情，那些不就在办了吗？这是一个标准，而且小玉姐，你刚刚也其实有一点在偷换概念。今天讲陈菊死的那一个人，哪是像你讲的轻飘飘的啊？谈一谈没事那就回家，他被函送了啦，涉违法函送，他被送办了。你怎么会拿一个普通人去跟电视台比呢？电视台是报道，他是一个工作，他有查证责任，他是一个普通人，而且他今天不是讲陈菊死了惊叹号，他是讲陈菊死了。问号，他下面有内文有提到说，因为他在脆上看别人讨论，然后又听朋友讲有高官身体不好，想上来问问大家是不是真的。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现在连工作都没有的人，他上网去这样问，你拿他来跟电视台类比，这不对吧？电视台有查证的责任呢，那他也被送办了，哪是像你讲的轻轻的说没事好你回去，不是来一下。那个作弊跟疏失是两回事哦。我不小心看一下，我没有抄啊。一个是作弊从头抄到尾，这两个作弊不小心看到你以后不要偷看了。这个叫做1900个亡灵联署跟12个亡灵联署的差异。公民团体只有12个，我只要简单的检察官问一下，说你这12个哪里来的，甚至每一件的，他们是35个选区哦，可能只有其中有1、2个啊，我只要去问一下是怎么来的就好了，根本不用去查到名册，1900，我当然要对名册，名册是哪里来的？很简单的道理嘛，一个不小心转头而已，一个是从头抄到尾，这叫作弊的严重性。另外我要讲了。公民团体没那么无聊啦，民进党的人也不会那么无聊去反串去抄这些名册啦，他们忙得要死。简书培，你交了多少份？他们连自己要交的一份一份写的联署书都交不完了，还有空去理你们国民党的联署？反串还有一件事情，现在又说426那个如果拿5星旗，又丢给说青鸟来反串了，说要拿5星旗是青鸟反串了，拜托，反串的都是小草的群主在讲反串的事情。小草的群主说426有台独旗，419有台独旗，426可以拿5星旗吗？这是小草的群主啊，说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小草的群主自己在动员发起说要拿5星旗，而且里面有一个人说，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派人拿5星旗，被抓到说是自己是青鸟。小草在反串青鸟了，反串这件事情。公民团体没这么无聊，现场不会有去，因为426他们都在忙什么？忙着签联署啦。现在大家都在冲最后一份、最后1里路，剩下3000份、5000份都在冲。426签联署罢免国民党，你是不是一直想要联署又被怕看见吗？是不是想要签又犹豫错过联署单吗？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人都在地方啊，会被呛瞎，公民团体的很多志工都被呛瞎过啊，他们其实内心是恐惧的。结果这一天。全部都到凯道了，这一天是签署的好日子。你知道公民团体在做什么吗？他们才没空理你们国民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一份一份联署书签起来，签起来之后过2阶段、3阶段去投票罢免国民党。大声喊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不敢这么喊，大罢免的结果
不只会烧到台北市而已。蒋万安不要觉得说他已经连任了，57万票，他是台北市长提名人，国民党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蒋万安的选情，而台北市是重灾区，更何况傅昆萁要讲了，他也在准备第3阶段了。这第3阶段啊，很厉害啊，开始又发钱了啦，1000块钱。花莲生活补助金啊，为我们花莲人争取一下福利哈，记得要去领。4月29号现场领。你明明到户政事务所领就好，它下面有标注哦，可以去户政事务所领。他为什么4月29号还要到现场领？因为要办活动嘛，顺便宣传反罢免嘛。但是表示傅昆萁急了，第3阶段的投票已经在准备，透过1000元去作为他的福利，然后去所谓的反罢免。OK， 亚敏，我刚刚讲，419跟466大家会比，包括诉求，谁能够说服老百姓，能够感动人心，所有这些。然后你看到419一直不断的，包括罢团会强调中华民国国旗跟台独旗在一起，然后那426显然国民党一定要拿出能够说服、感动人心的一些论述。我刚才为什么要请教佩君？就我每一次我都会问说，其实照理来说，最早2012年那时候，两岸议题是国民党的强项，接下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反共会是国民党的一个软肋的这一块。到了今天会变成这样，连佩君都觉得很闷，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可是这就是眼下，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包括我刚刚讲两边的论述，你接下来会怎么判断？应该这样讲啦，426某种程度把它视为国民党面对罢免案的一个战略的转折。原本都在冷处理，连自己的发起的联署都冷处理啊。什么叫冷处理？就是都让到阴间请人嘛，所以那个叫冷处理。所以我说国民党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一直前面的战略思考都很有问题。那当然是党主席的问题。而现在党主席站出来了，他站到第一线了。那有没有办法服众？我觉得接下来能观察的点还很多，包括他们国民党蓝营内部有很多意见领袖，好像也不看好426啊，甚至他们可能说啊，你管民众党干嘛，直接倒戈就好了，都有这样的声音。可是如果426办得好，我觉得一方面朱立伦主席可能也许未来在党内比较有这个分量二方面也许对蓝军来讲，他们那个我必须说从去年底到现在蓝军是一路被压着打。所以他们的支持者急需要一个士气转折啦。所以我觉得426它不会代表什么哪一边就赢或输，但是对于蓝军来讲，我觉得比较可以观察的是，就是接下来即将进入的第3阶段罢免，蓝军会用所谓的热战。就这个热战的起点就是4月26开始，而且呢，也跟所谓的民众党变成是一个合作的状态。那刚刚奕尚也讲得很好啊，因为在台北过去确实都三哈都。如果今天民众党不用多多5%的人愿意出来支持所谓的反罢免，很多我跟你讲，现在什么徐小新赖士葆，他们相对来讲压力会小很多。OK， 来佩君最后30秒，对于这次整个罢免或426有什么呼吁？426当然就我们全力以赴，然后希望状况可以单纯一点。不过奕尚哥刚说那个小草群组，我个人是心存问号。小草群组里面应该也不一定就真的是小草吧，因为黄国昌已经确定要去啊，所以小草如果到现场去闹事，好像对他们也不一定是好事吧。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蛮问号。但是没关系，因为今天这个警察局有来市议会那个报告，那我也请他们很明显挥5星旗的或者喊不合理口号的，以避免冲突的原则，所以请现场的警力请尽快排除。OK， 再提醒国民党一下，这个小草的版主就是这个群组的版主还呼吁所有的小草黄国昌上台的时候要欢呼，朱立伦上台的时候要嘘声所以国民党请维持一下现场秩序。OK， 来朱伟30秒。我觉得419之所以会让人家感动，是没有特别去动员哪一支国旗或者是哪一支旗帜可以到现场，但大家拿着自己心里最认同的那一支旗帜到现场，所以除了共产党的国旗之外，其他都有。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不用特别的去呼吁这件事情，你这反而就是你知道吗？你把它点开来，人家就觉得说你的心绪就在这边，而且共产党的国旗居然就要去你们的426，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国民党会离反共越走越远？因为连你们自己的蒋万安市长都不敢讲反共。426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会用什么样一些的诉求？黄仁锦如这个案子，那高院已经发回更裁，那台北地院在这2天如果要进行那个羁押庭再一次更裁的那个过程当中，到底会对于未来不管426或是国内整个大罢免会有什么样一些牵动一些的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